我国癌症高发都是鸡肉惹的祸。提醒：真正要少吃的是这3种肉。小月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个人居住，潇洒又自由，但是在饮食上不规律，也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前段时间小月的妈妈就从老家来这边照顾她。有天下班的时候，小月路过熟食店买了一只烤鸡，可是拿回家之后，小月的妈妈却不让她吃。你现在身体都这样了，还是少吃鸡肉吧。我看网上说，现在我们国家癌症之所以高发，就是鸡肉惹的祸。听到这里，小月觉得有些离谱，反驳道：妈，你这又是从哪儿看来的呀？如果真的是鸡肉惹的祸，怎么现在鸡肉卖的依旧很好呢？小月的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我国癌症高发真的与鸡肉有关？癌症高发和鸡肉有关。关于癌症高发与鸡肉有关，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期刊上所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如果摄入鸡肉和家禽类的肉制品，很有可能会增加某些特定癌症的风险，其中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和男性前列腺癌等等。在这项研究当中，选取了37到73岁的英国中老年人作为参与者，参与者的数量达到了 47.5 万名。随后，研究人员进行了9年的跟踪随访，记录了参与者的饮食习惯以及患病的种类，最终计算出其关联。在跟踪随访的这些年当中，发现有 2.3 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最终发现吃鸡肉还有禽肉与患癌的发生率是呈现出正相关的。具体的表现为，如果每天多吃30克的鸡肉，那么患有黑色素瘤的风险会增加 20%， 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会增加 11%。 那么这样的结果是绝对可信的吗？其实并不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在这项研究当中，并没有直接证明癌症的发生和鸡肉之间的绝对关联，并且在这项研究当中，其变量相对比较多，并不是说这些人吃的是纯鸡肉，里面还有加工的鸡肉，与此同时也有红肉，就是其变量相对比较多，所以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不过大家在吃鸡肉的时候也要注意，有些部位还是要避开的，比如鸡皮尽量不要吃，主要是因为鸡皮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无论是采用哪种制作方式，这些脂肪最终都会进入到身体当中，是很容易导致人变肥胖的。鸡屁股也不建议大家吃，这是因为鸡屁股是比较特殊的，里面可能存在一些病原体，进入人体当中可能会发生炎症反应，所以是不建议吃的。除了鸡的部位之外，我们在购买鸡肉的时候也要注意挑选。国人对于鸡肉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也就导致现在市场上关于鸡肉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有很多可能已经出现了变质，仍然在售卖。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挑选，如果肉质有了明显的变化，或者是经过反复解冻的，尽量不要再吃了，因为可能会有病毒和细菌存在。综合来看，说鸡肉是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并不准确，因为导致癌症的因素有很多，况且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吃鸡肉就会导致患癌的风险增加。但在生活中饮食上确实是有3种肉要少吃，不然的话会导致患癌的风险增加。具体是哪3种肉类呢？这3种肉要少吃。肉类的食材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但是肉类有时候却不能多吃，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肉吃多了容易导致疾病更加的严重。而有3种肉类，即使是健康的人也是不建议多吃的，吃多了小心癌症找上门。第1种，加工肉类。加工肉类在我们生活中实在是太常见了，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多数的加工肉类味道很好，买回来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既美味又方便。加工肉类是以肉类作为原材料，加入了食用盐和多种调味料以及添加剂最终制作而成的，味道虽然好，但是其制作过程就已经决定了其危险性，因为这样的制作过程会导致在加工肉中含有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物质。早在很久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将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经常吃对身体的危害确实是不小的。生活中常见的加工肉类包括香肠、熏肉、培根肉、热狗等。除了制作工艺的问题，在市场上关于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可能出现细菌和寄生虫感染，所以加工肉还是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第二种，高温烤肉、煎肉。肉类的食材有多种多样的吃法，其中比较受到现代人欢迎就是烤肉或者煎肉。这种方式做出来的肉加上大量的调料，吃一口会很满足。然而，经过高温烤煎的肉可能不怎么健康，因为在经过高温之后是很容易产生致癌物质的，比如苯并芘。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物质都比较陌生，但在生活中还算是比较常见。在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中都是存在这种物质的，接触时间长了是很容易导致人患癌症的几率增加。而烤肉煎肉中的苯并芘含量并不低，是有健康风险存在的，所以建议这种肉类也是要少吃的。第三种，红肉。红肉是日常吃的比较多的一种肉类，因为包括的种类确实是很多，比如猪肉、羊肉、兔肉等等。在红肉中脂肪的含量是很高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是2A 类致癌物质，也就是说人在长期吃红肉的情况下是容易导致身体出现健康问题的，患有癌症的风险也是大大增加了，尤其是脂肪摄入过多的时候是很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对于中老年群体是比较危险的。当然，癌症的致病因素有很多，并不是说吃了肉类就一定会得癌症，而是存在健康隐患导致患癌的几率增加，所以在吃肉这方面还是控制一下比较好。对于肉的种类要挑选，既要保证营养的摄入，还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身体造成伤害。癌症作为至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种疾病之一，其实很多的早期癌症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患者承受的痛苦也会小一些，但是往往一些癌症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使治疗的难度增加了很多。所以当身体出现以下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有癌症出现了，要尽早去医院。3. 这些身体表现可能是体内有癌了，有些时候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就像体重快速下降。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是处于平衡的状态，有进入就会有消耗，在摄入的营养正常的时候，身体的重量是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即使是减肥的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体重下降的很快，除非是采用了极端的减肥方式。而在正常的状态下，发现自己的体重掉得很快，还伴随着食欲不振的问题，身体的健康问题可能不小，要及时去医院。这可能是身体中的肿瘤在抢夺营养导致的，还有身体中有癌症之后会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可能会经常出现感冒发烧的问题。如果在没有受风受热的情况下发热长时间持续，感冒反反复复总是不好，就要考虑是不是癌症导致的了。疼痛感也是体内有癌症比较标志性的一种表现，几乎很多的癌症在发展初期都会有对应位置的疼痛感，比如腹部疼痛、胃部疼痛等等，这些可能对应着卵巢癌、胃癌。总之，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时，一定不要忍着或者是吃止痛药。通常由于癌症导致的疼痛止痛药几乎很难缓解。还有就是肿块，这也是比较明显的一种症状，比如常见的乳腺肿块。现在得乳腺癌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也有了很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这种癌症如果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生存率是非常高的。还有关于腋下、皮下结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手能明显的触摸到，不要不当回事，马上去医院做具体的检查。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大便习惯和状态的改变。如果是经常性的便秘、腹泻反复交替出现，要引起重视。现在消化道方面的癌症患者是非常多的，在早期的时候出现明显症状但没注意，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大便习惯和状态的改变涉及了肠胃、胰腺、肝脏等器官，所以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检查。结语，导致癌症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单一的说癌症的高发是由于肌肉导致的。我们在吃鸡肉的时候注意挑选以及烹饪方式，适量吃是没什么问题的。而在我们生活中，一些肉类致癌的风险确实是比较高的，比如加工肉、红肉、烤肉、煎肉等。主要原因是其中存在了致癌物质，当长期大量摄入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保证身体不受伤害的，这就导致患有癌症的风险增加了。